7月2审之后，吴亦凡案件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因为我国是2审终审制，所以2审宣布之后，基本就尘埃落定了。而目前2审结果还未公布，7月通报时是择期宣判。而按照相关规定，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年，所以吴亦凡案件2审结果想来也不远了。1990年出生的吴亦凡现年33岁，他在2021年因涉嫌强奸、聚众淫乱被捕。2022年11月1审被判13年，罪名包括强奸罪、聚众淫乱罪，数罪并罚，附加驱逐出境。作为昔日的顶流明星，吴亦凡沦为阶下囚，完全就是咎由自取，藐视法律法规，私生活混乱不堪，涉及选妃等行为，造成很严重的恶劣影响。而在1审宣判后，吴亦凡方面还不服判决上诉，当时就有不少网友希望维持原判。也因为吴亦凡上诉了，所以他还没有进监狱，而是待在了看守所。自从2021年8月被捕之后，他在看守所也已经有2年时间，期间传出过他因病外出就医，当时照片还疯传在网上，粉丝通过对比发现就是他本人。而近期也有律师网友爆料其近况，表示自己跟吴亦凡律师在同一个会见室看当事人，吴亦凡也来见他的律师，而且自己的当事人跟吴亦凡在一个监室。随后，该网友回复了一些发问的评论，表示看守所现在不剪头发了，他见到的吴亦凡是长发。有网友好奇，看守所都是大通铺，上厕所也是一个地方，直言是不是很尴尬？该网友表示，自己的当事人跟吴亦凡一个监室，确实没有特殊待遇，都一样。随后，评论区也有网友爆料，表示之前朋友的亲戚酒驾，在看守所待了一阵子，看到吴亦凡打篮球，每天的任务是做校服。许多网友看到这里直言有些不太可信，认为看守所都会剃头，而且不干活的，进监狱才会干活。不过据悉，现在看守所已经不同于以前，剃不剃头看每个地方的规定，同时在看守所也会适当干活，并不是完全不干活，而且还会放风运动，所以爆料看上去也并非完全假的。也有网友质疑吴亦凡原名，但原名只是曾用名，他现在真名也是吴亦凡。不得不说，看到这里也是叫人唏嘘。风光无限的大明星沦为阶下囚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当年吴亦凡作为归国顶流，享受了各种顶级资源，电影、代言、时尚等等都是顶配，让他享尽了豪宅、跑车、名表。可能也因为太过放纵嚣张，飘到没边，居然踩到了法律红线上，一夜之间跌落神坛，成为罪犯，还面临着各方官司索赔。虽然娱乐圈是个名利场，但是任何人敢藐视法律法规，最终都会被反噬。这些例子再次提醒贵圈明星，作为享有影响力的名人，遵守法律道德是基本，无视自身影响力或滥用影响力，最后都会翻车。珍惜自己的星途和形象，别干违法的事，不然就只能沦为阶下囚。网友也不会同情，只能说一句活该。曾身陷囹圄的吴亦凡，或许才找到了真正的自由。在大牌驾到中，他曾言之凛然，谈男人应当负责任、守规矩。然而，在这外表光鲜的背后，隐藏着强奸、聚众淫乱和偷税漏税的阴影。入狱后，吴亦凡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，将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吴亦凡的成长经历颇为曲折，出生于1990年，他早年在广州度过，而父母的离异让他很早就离开了父亲，随母亲吴秀琴移民到加拿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名字，从李嘉恒变成了吴亦凡。但从照片中也能看到，父子俩也是非常像的。因为是单亲家庭长大，吴亦凡和母亲的相处也十分的亲密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什么难事，母亲也会一直给他处理。以至于到了成人后，吴亦凡成为了明星，他的母亲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，经常花大价钱请大咖公关所有的负面新闻，付出也是很多了。吴亦凡现在需要在中国服刑13年，在驱逐出境返回加拿大后还要面临处罚。他的失败和母亲的独断专行是分不开的。现在的他虽然说摆脱了母亲的控制，但是在将来重返社会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，也要到时候才能知道。从出事到现在，吴亦凡的父亲始终没有出面，也没有给已经关押在里面的吴亦凡做出任何帮助。他曾经是个过客，现在也是个看客。说来吴亦凡也是可怜的，没有享受过多少父爱。而吴秀琴也是一位极具掌控欲的女性，对吴亦凡的教育方式一度相当极端。她曾在吴亦凡的交友圈上设下严格的限制，担心儿子会受到负面影响。
他希望吴亦凡成为一名牙医，反对他打篮球，坚信高薪牙医职业是最理想的选择。吴亦凡与母亲的关系因此紧张，直到17岁，吴亦凡前往韩国成为一名练习生，才获得了一些自主权。然而，他很快就感到了离开母亲的寂寞，和母亲的关系逐渐缓和。但在韩国的娱乐圈，他经历了更多的挑战。他发现自己不再受母亲的影响，却也不再享受她的支持。尽管在娱乐圈取得成功，但内心的空虚始终缠绕着他。当都美竹事件爆发时，吴亦凡身陷囹圄，母亲的傲慢并未将他从麻烦中拯救出来，反而陷他于囹圄之中。之后又有网友爆料，自己探监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个年轻的帅哥特别的眼熟，仔细辨认过以后发现这不就是吴亦凡。虽然身材变得圆润起来，但是长相还是那么的帅气。但是这个事情是真是假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不过仔细想想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昔日顶流了，没有严格的训练和饮食要求，所以身材走样的可能也是很大的。除此之外，网友透露已经基本摸透了吴亦凡的作息时间，起床后踩缝纫机，完成工作后在书桌前安静的写作，并且一旦沉浸在创作中，谁都不会搭理。他的写作也是在写一些歌曲。要知道，在吴亦凡还是明星的时候，才华也是很好的，但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也有点飘了，才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所以现在的他还是诚心创作歌曲，据说数量已经不少了，甚至其中的一首他还特地用来感谢狱友给予他的关心和帮助。在狱中，吴亦凡开始了一段不同的人生，他逐渐获得了自由，但这一次自由并非在外部，而是来自他内心的觉醒。他变得更为自律，担任小班的领导角色，监督狱友们整理卫生。对于他来说，这或许是一种解脱，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。但是刚开始被关押的时候，他也还不是这样的精神状态。说来也理解，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大明星，一夜之间跌落谷底，落差太大，一时接受不了也正常。在那段时间，吴亦凡被关押期间，声称自己得了抑郁症，不仅怀疑自己有心理问题，还坚信自己有精神分裂。刚开始的时候闹了特别长时间，试图保外就医，想要钻空子，但是狱警也是非常的机智，根本不把这些把戏放在眼里。时间长了，他慢慢也就接受线下的处境了。按照正常来说，吴亦凡的前途应该是十分光明的，年纪轻轻就成为内娱顶流，但是因为他品行不端，最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，并且一旦刑满释放，吴亦凡也将回到加拿大，面临着可能的法律制裁。加拿大的法律对性犯罪者并未设置追诉期，而化学阉割也是可能的刑罚之一。吴亦凡可能远未摆脱他过去行为的影响。吴亦凡的故事是一段从囚笼中获得的新生，无论未来如何，他都将面对自己过去的行为，带着更深刻的自省，探索自己的未来之路。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艺人，他曾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，但今他的形象已从光辉璀璨降至尘埃。吴亦凡案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审判，更是对娱乐圈及社会大众的一次深刻的反思与教育。此事件再次强调了，不论身份如何，都无法在法律面前获得任何特权。先说说吴亦凡在看守所内的生活。当照片曝光他在牢房内像学生般做作业，身穿校服时，不少人对此产生了疑虑。他的明星身份是否为他带来了某种特权？法律真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吗？显然不应该因为某人的社会地位而给予特殊待遇。监狱制度必须保证公正与公平，无论囚犯的身份如何。在此事件背景下，整个娱乐圈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吴亦凡案成为了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行业内部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。明星是社会的风向标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广大粉丝。因此，无论是经纪公司还是艺人本身，都有责任确保其行为与道德、法律规范相一致。吴亦凡案更加重要的层面在于，它引发了公众对性侵议题的关注。性侵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它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强性侵教育和预防。这一事件告诉我们，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。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总之，吴亦凡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它揭示了明星的道德沦丧、法律的公正性和娱乐圈的反思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们期望娱乐圈能够从这起事件中汲取教训，加强自身管理，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同时，作为社会大众，我们也要时刻警惕，加强法治教育和道德观念，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公平、正义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